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很高兴可以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访谈。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火星演唱会这个概念诞生了。到现在已经走过了这10年的时间，火星演唱会的概念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其实火星最早这个概念是从我刚参加比赛的时候，选秀比赛的时候，第一次在电视观众面前亮相，唱了一首歌，没有歌词，就有很多观众可能说，哎，这个有点像火星来的一个小孩。我觉得火星这个概念其实还蛮好的，它好像有一种比较特殊的一个状态，代表这个人好像他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喜欢我的朋友歌迷群体就也统一称为火星人。我们在第一次做演唱会的时候，想这个演唱会的名字也是想了很久，最后觉得就应该用一个最简单易懂的火星这2个字，因为这2个字我觉得它代表着家的感觉。所以每一年我在开演唱会的时候，在舞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4个字：欢迎回家。那其实我们的火星演唱会作为一个到现在来讲已经是很有代表性的个人品牌了。那么在树立我们的品牌的这整个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自己认为具有挑战的事情？其实第一次开演唱会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做了第1张专辑出来，因为有了作品才有这个勇气去开个人演唱会。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很突破挑战的事情。从那之后，相当于我是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的去适应了音乐行业的这种快节奏方式。直到后来我们第一次做体育场的时候，直接去开到了鸟巢，再到后面变成乐园形式。因为我们光做这个方案就做了有3年之久，不断的否定，不断的去实行，然后还要去跟很多的品牌啊、商家去合作。因为这个演唱会已经不单单是只有音乐，而是通过音乐来去连接了各个方面的文化。这些创意都是怎么来的呀？比如说这个乐园形式，它其实是有一点区别于我们传统定义上的演唱会。那这个形式我记得大概是在我18年鸟巢开完之后，我在回酒店的这个路上，在车上面坐着就感叹，就是已经把火星演唱会都开到了中国最大的体育场了。然后我就在不断的思考，想要去升级这个火星演唱会，就开始去结合，就在思考我能做的是什么，歌迷想要的是什么，如何我才能把这个体现成一个真的像家一样的感觉。不一定非得坐着来看演唱会，可以站着一起跳起来，一起嗨，户外就可以把吃喝玩都填进来。填进来之后又觉得，总不可能晚上一进场就直接看演唱会。然后我就想，好，趁着自己年轻，身体的机能还比较好，一整天的演唱会我觉得是可以的。后来又思考，我还有一个能力，就是我会创作，可以用音乐的方式即兴创作，在台上面和大家用音乐的方式来聊天。再到后面，现在又升级到一个日出的演唱会。有一次开了一个直播，和所有喜欢我的朋友们一起聊天。大家在聊天的过程当中，就聊到有一首歌曲叫做走，一起去看日出吧。这首歌大家当时就有留言，有没有可能哪一天真的跟你一起看日出？对，看日出。然后我想，看日出好浪漫啊，这个词是不是可以去把演唱会做到这样？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够把演唱会做到和日出相关。咱们在5·1假期的这次演出，跟中国美术学院进行了合作，打造了一个装置艺术展。这一回，咱们把装置艺术和音乐和演唱会结合在一起，这样的一种合作，当时是怎么达成的？首先，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荣幸的，能够跟我们中国最顶级的这种艺术院校去合作。当下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是非常有创造力和想象力的。我很希望这些人的作品能够被更多人看到。在交流的时候也有表达华晨宇的音乐是什么样子的，他在表达什么，是不是可以合作碰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我们演唱会其实需要这样的一个装置。我们的演出场地外面还有一大块场地，它是一个娱乐的方式，但是它又要充满火星元素。
那其实这样的话就很适合跟艺术家来合作。艺术作品融汇在咱们的演唱会周边，形成一种新的亮点，能不能够简单说说看？你会认为哪一些是必打卡的，或者一定要去看的艺术展的艺术作品？我比较喜欢有一个作品，它是叫《神树》，在我第4张专辑有一首歌叫做《神树》。当时这首歌讲的其实也是关于人类与地球环境的和谐共处的可能性，并且也通过这种可能性来表达出人类的这种团结。我记得它有500多个灯光，到了晚上一打开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到很有那种生命力，而且会能感觉到这种人与自然的这种连结，并且能通过这个感受到自己的光和热吧。其实刚才我们在访谈当中提到了一个日出场，这一点我其实特别的感兴趣。除了能够看到真实的日出之外，有没有内心的这种日出的感觉？说我要再开启新的一个篇章，或者带着我们的乐迷朋友们来一起开启一种新的认知的这种可能呢？一定是这样，这个也是我想要去做日出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其实对很多人来说，我觉得人内心一定是很向往一些美好事物的，因为美好的事物能够让你内心变得饱满，更有动力。因为我们整个的当下这个时代，科技越来越发达，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娱乐方式都变得速度很快，所以日出这件事情虽然不陌生，当你真正身处在一个仪式感里面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一刻你的心灵才会有一种属于真正的一个放松状态，并且可能会对你来说这一生都会是你非常美好的一段回忆。可能你经常经历天黑到天亮，但是一起在一个特定的环境，比如说海边，从海平线看着太阳升起来，背后有音乐，旁边有家人的陪伴，朋友的陪伴，爱人的陪伴，那一刻可能对你来说是你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一次的天黑到天亮。火星演唱会其实是大家共同去设想的一个演唱会，它不是只属于华晨宇一个人，它是属于整个大家庭里面的所有每一个人，那包括所有火星演唱会的一份子，比如说所有的火星人，他们也会出各种想法，包括我们大家一起有设想过一些，比如说篝火的演唱会，比如说在大草原演唱会，或者是沙漠演唱会，都是可以尝试去这样做，去创新的。那么回顾过去的话，你认为你自己的人生可以划分为哪些阶段呢？因为我觉得第一肯定是学生时代嘛，从学生到工作，这是一个阶段。出道之后就是一直处在一个什么都不去想，就是专心做音乐，表达自己的态度，分享自己的音乐理念，分享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都在跟大家讲华晨宇。后来又到了一个阶段，很多人不太关注华晨宇的音乐，可能会更关注华晨宇的生活。后面又到了一个阶段，是发现时间长了，慢慢回归到平静之后，就会觉得，我其实还是我自己，不管大家对我的看法怎么变，可是我始终还是我，还是应该坚持自己，然后好好的生活，多去反思一下自己，反省一下自己，让自己成为更好的自己。我觉得这个是不同的阶段的一个状态吧。那我现在这个状态就属于已经反省了很长时间之后，当时的生活可能会觉得，有一些新的情况发生之后，会不会说自己心中，包括自己的生活状态会有一些落差感？对音乐的创作这一块的心态其实是没有发生变化，其实我觉得更多是责任感吧。在作品里面也会开始思考我跟这个社会的关系，开始思考我所做的一切会不会对大家产生帮助，会不会影响到大家。那我其实要更加的激励我自己，就是精进我自己，不断的去完善。虽然完善这2个字可能永远达不到，但是人最终得不断的去这样做。那么从事音乐的创作这10年当中，有没有一些变或者不变？这里边可不可以跟大家去解读一下？如果大家从我第1张专辑到现在这张专辑，每一张专辑都听了的话，其实能听到华晨宇的音乐其实是有变化的。我觉得不变的是自己的一个内心永远都是会有一个底色在这里，在这个底色上面会开出不一样的花来。可能前期的音乐就会比较有态度，表达自我一些，那后面的音乐慢慢发现写的不只是自己，开始写的是大家，写的是社会，写的是当下年轻人的一些困惑。虽然这些音乐作品它代表不了所有人，
但是我觉得它能代表一部分群体，我没有办法代表所有人，但是我觉得我是和某一类群体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音乐生活当中，这里边有哪些自己的相对来讲记忆深刻的片段，我们可以来去分享一下吗？记得我刚出来的那很多年，其实我的生活，我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那个其实不能太算是生活，因为我全程都处在一个工作状态。虽然这个可能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生活，但是那种生活就是我好像没有体会到生活中的细节。再到后面，其实我生活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就是我开始尝试去多出门去走一走，然后去多接触一些人，比如说朋友，比如说甚至是很多陌生人，就是我会经常去一些陌生的地方去吃饭，甚至找一个那种酒馆去喝点小酒，会接触到很多的不认识的人，会跟他们开心的聊天，不断的去听别人的故事。我的生活里面如果产生的一些焦虑，可能会和大部分人其实是一样的。我觉得自己挺孤独的吧，然后有时候觉得自己属于独特的人。当开始生活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开心与难过，或者是焦虑的一些烦恼或者怎么样，其实是和大家全部都是一样的。所以从那之后，我的音乐作品就会变得，一是结合自己，二是从大家的角度来去写。那其实这个生活对我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就是只是在音乐层面上。所以你会很在乎外界给到自己的，或者是积极或者是消极的评价吗？就刚出道那个阶段呢，其实是不太在乎这个的，就是我不在意大家对我的夸奖，也不太在意大家对我的不好的声音。但现在我感觉，就是因为人终究要成长嘛，因为自己的影响力变大，所以一定要思考，就是说是不是能够不断的去给大家带来一些正面的影响。终究我不是一个完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尝试去接受大家对我的批评也好，消极的一些评论，这些东西对我会不会有影响？那肯定是会有影响的。我如果给对方产生了一个这样的印象的话，那就证明我自己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去反省自己，是不是还可以更好一点？或者说，如果我已经在大家心里面是一个这样的印象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再做的更多一点，能够严格要求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当然，夸我的人，我就会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和鼓舞，就会让我觉得，那我其实在做的这些事情是值得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看到的华晨宇应该是另外一个更有担当的音乐人了。刚刚我们提到的火星人啊，这个你的粉丝朋友们那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你会认为这样的一种定义有没有一些新的变化？每一位喜欢我的朋友，对我来说，这10几年来，有一个一直不变的我的想法，就是说，我都把大家当作像家人一样看待这个关系，就是感觉好像距离好像有时候会觉得，会不会有点远？是因为我们好像彼此没有进入到彼此的生活里面，但是好像又时时刻刻都在。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样，在生活的过程当中，可能因为很多事情都会跟华晨宇相结合，很接受这么一个状态，也接受我和大家的一个关系。所以为什么这10年来永远都是欢迎回家？这个家可能并不是我们出现在生活里每天都存在的一个家，而是一个火星乐园、火星演唱会。用一个比方来说，就好像是当我回到这个家，我好像就离开地球了，我到了火星这样一个新的环境，在这个家里面待几天，可能玩了2天3天。之后我又要回到我地球的家，又要去过我地球的生活了。所以有时候我会在台上也会说那我希望大家能够在地球生活里面好好的照顾自己，好好的疼爱自己，然后爱自己身边的人，这样是为了我们下一次回家能够有一个更好的面貌去面对彼此。经历过了各种各样的人生阶段，那以前我们会认为你的歌好像有点另类，但是最近这几张专辑也好，歌曲也好，好像多了一些这种治愈系的走向，对吧？那所以说这种变化原因是不是也跟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生活相关？从内在外在来跟朋友们说说看，好吗？其实就是因为我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读音乐学院嘛，然后当时我有一个乐队，不只是中国的音乐，全世界的音乐都会要大量的去听。然后从古典乐到现代音乐，当接收到了大量音乐之后，会发现10几年前我们在中国的流行音乐其实是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它其实有点固定化，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非常美妙的一些旋律和和声结构，好像当时我们国内的流行音乐不太去研究这些，而是清一色的就是说，当有一个代表作火了，所有的人都会根据这个模板来去做这一个类型的音乐，所以导致那个时候的市场变得千篇一律。在我的视角里，这些1000首歌在我眼里像听一首歌一样，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年轻气盛嘛，然后就觉得啊，我就要做不一样的音乐，因为我觉得我明明就懂那么多不一样的音乐，我为什么不写这样的音乐？我不要去考虑市场，不要考虑能不能赚钱，我就要做，我觉得应该要让大家听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让大家知道啊，中国有不一样的音乐。这个时候就满腔热血，然后去做，并且结合自己的内心去表达自己的态度，也尝试做了很多种音乐风格。所以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啊，华晨宇的音乐会不会有点奇怪，有点另类？但其实对我来说，那样的音乐放在全世界其实不算是另类的音乐，并且我也希望当时我做的音乐能够影响到比我更年轻的未来的音乐人，他们能够有勇气去跨出那一步，去更不一样的音乐。有2年我当过一些音乐类的选秀节目的导师，有一些来参加比赛的那些选手们，他们已经比我小至少有5、6岁吧。那个时候他们在跟我聊的时候就说，花，我上学的时候就很喜欢听你的音乐，然后说你知道吗，你的音乐给了我很大的一个鼓励，让我敢去表达。有没有觉得啊，我受了哪位非常厉害的前辈的音乐人的影响？国内国外都可以来说一说。我其实受很多人的影响，我感觉，因为国内是我非常喜欢和尊敬的一位音乐人，就周杰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因为我觉得他的作品当年就是会让我觉得他就敢去做不一样的东西，即使当时确实会被很多人去质疑，但你看现在如果再聊，不会有人再去质疑所谓的说唱，因为大家听多了，发现说唱它就是这样的，你不可能把每一个说唱歌手的歌都能听得清楚他在唱什么，你必须要对照歌词嘛。但是它是一种音乐文化，它是多元化的。我觉得生活化和艺术理念它其实是有区别的，因为生活化的旋律，它要在简单里面带有复杂，复杂里面又带有简单，其实是不好把握的。如果不动脑的话，一首简单的歌曲是非常容易写出来的，就是可能大家也会非常快速的就会接收到这个旋律，因为旋律简单嘛。但是我觉得生活不只是简单，生活有时候可能会让你一成不变的生活，但你在生活的过程当中，你会经历一些复杂的事情。就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课题。我第5张专辑其实讲的很多都是关于生活的，其中有一首歌叫《飞行模式》，其实讲的是当下一些打工人的一些现状。可能很多人大部分反应就是这个歌是不是应该是个苦歌、苦情歌的那种感觉，才能唱出我的心声。我的感受就是，人在做任何一件事情都是在选择的。你选择做这份工作是你自己的选择，那一定是你在某一刻你去做了无数个对比完之后，我决定走这条路。所以在这条路上走的时候，这过程当中你会去吐槽，每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觉得自己不容易，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你的选择，一定你在内心的某一刻你是接受大于不容易。我刚刚有聊到，就是在生活当中会跟很多不同的陌生的人去聊天，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会听他们去抱怨一下生活，但是这个不容易的语气里面是带有很复杂情绪在里面的，就是好像又很享受自己的工作，又因为有这份工作而感到自豪，但同时又会去抱怨它不容易。要在当下，你会认为如今的你的音乐创作会受到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因为环境变化而导致心境上的变化，那心境上的变化也就延伸出作品上会有一些变化。可能有些人是喜欢用日记或者文字的方式来记录，那我可能是用音乐的方式来记录这件事情。如果我要为了发专辑而逼自己不断创作，就是那个状态可能就会不好。发专辑的时候可能就会思考啊，这个专辑的主题我想传递的是生活，我想传递的是让大家能够热爱自己，然后呢，听完这个歌之后能够爱惜自己，不要去过多的伤害自己，或者是帮大家能够解决一些内心上的一些困惑。那我就会去挑我在这个时间段写出来的旋律，然后把它放到专辑里面。刚刚你说到我们的中国音乐，希望它可以走向全世界，能够传播到全世界。那么作为音乐人来讲，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首先得要创新，并且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不断去尝试结合中国的音乐元素。所以这几年我也在尝试说，能不能把更多之前学到过的一些音乐上的知识，把流行音乐和中国的传统相结合，
然后来去做一个突破和创新。我觉得这样的音乐可能是我们国家每一个音乐人可能都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不断去尝试的一件事情。也希望能把这样的音乐相结合完之后，能够让全世界更多人能听到这样的音乐。比方说，那能不能给我们举几个例子？从哪里先入手？首先得了解中国的每一个乐器，我觉得这个是最主要的。中国大鼓其实非常好听哇！我经常会在音乐里面，我的作品里面用到中国大鼓，因为我觉得中国大鼓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乐器，我觉得它会比传统的架子鼓听的要更激励人心一些，所以我会经常用到这个乐器。再就是有一个比较特殊乐器叫编钟，乐器之神的这种感觉。我记得我有一首歌叫做《小镇里的花》，我当时第一个版本编曲上面其实用的比较西方，用了好几把电吉他这样，后来又编了一个民乐版，我把里面很多乐器都用民乐的方式来替换掉，发现它听感上会有一种更不一样的感觉，甚至感觉更贴合一些。包括我最近写的新歌也在去跟民乐相结合，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慢慢尝试。那视觉方面该如何呈现？你的音乐态度又该如何呈现到海外去呢？根据每一个作品来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一个视觉上的创新。我觉得视觉上要跟世界接轨的话，需要敢想、敢做、敢投入。那自己的音乐态度如何能够让外国友人们接受？我觉得首先第一就是得保持不断创新的一个状态，至少不能敷衍。只有不断的产出自己认为是比较高质量的音乐作品的时候，然后再结合刚刚说的视觉，然后慢慢把它给带着一起走出国门，至少让他们听到的作品一定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作品。那会不会说，那我干脆去国外学一学什么东西，而在学的过程当中，我去把我的音乐属性传递出去？因为之前我已经有去学习过了，在国外回来之后，其实就有再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作品，在国外学到的一些元素和一些我们中国的流行音乐的一些元素相结合，很多理念其实是有很多相契合的一些地方的。很多人就知道音乐里有什么爵士乐，还有中国风，对吧？一听到这两个音乐风格，就会觉得哇，肯定离得好远好远。然后我在去学的过程中发现，爵士和中国传统的中国五声音阶其实是有好多相通的一个契合点在里面的。爵士里面用的其实最传统的也是5个音，我以前想都不敢想的2个音乐风格竟然是相通的。我还是坚持，我觉得自己先把自身的能力，应该说在一个标准线上不断的去往上走，这样的方式，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方式。做完之后，当有一天大家能听到的时候，至少这个作品它一定是让你不会失望就好了。我觉得作品本质才是底气嘛。那我觉得其实到现在来讲，我们作为一个90后的音乐人来说，其实成长它的过程也是在一直不断的跟整个的时代进行接轨，甚至同频共振的这个过程。那么这么一路走来，出道了这11年的时间当中，有没有一些比较深刻的感悟或者领悟？我觉得就是这个时代是一直在发展的嘛，而且发展得很快。然后我觉得音乐应该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我能感觉到就是说，当下不断的再去更新，不管是一些科技上的更新，还是文化技术上，我们做音乐文化输出这一块，其实应该要去做到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我觉得我个人一直在努力去做这件事情，我也希望在做的过程当中能够影响到更年轻的年轻音乐人，然后给予他们一些勇气去创新吧。我觉得只有这样的话，这个行业才会越来越好。那我觉得音乐可能也是一个心灵上的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些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吧。那我觉得未来肯定还是要在创新的过程当中要不断学习，要精进自己，这样才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良性循环吧。我觉得这个时代发展其实是带来了很多美好和便利，我很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演唱会，我就希望演唱会能够带大家去更多的地方，或者是更远的地方，然后让大家平时在快节奏中能够慢下来去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而且要结合到音乐作品来去推崇这些地方。包括这一次我们去烟台去开那个日出演唱会，因为我们看了很多个城市，其实也筹备了3年。我们这个演唱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是晚上开嘛，你得深夜才能开，凌晨之后就很容易遇到扰民这个情况。如果说避开扰民这个情况，那就要去很偏僻的地方，但偏僻的地方就会意味着交通又会不方便，
所以又要找交通便利的地方，你飞机、火车都能到的地方，然后还得有地方文旅政府的支持。然后其实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困难。我们最终选到烟台这个城市，就是觉得它好像各方面都符合我们想要的一个条件。刚刚我们也聊到了日出演唱会，聊到了我们的火星演唱会。当然很多你的粉丝们一定会很熟悉，也很期待。那能不能够给大家送出一些话，面对很熟悉你的粉丝和那些可能还不认识你的人，能送上一些什么样的话？我想对熟悉华晨宇的人说，华晨宇比你们所认识、所想象到的可能要更全面。我想对不认识华晨宇的人说，华晨宇其实和你一样，都是希望能够成为更好的自己。